前辈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带子玲走？”得知一切，沉默许久，楚风才开口问道：“今日就带子玲走。”紫轩辕回道：“那么你要怎么和子玲说？”楚风问道：“其实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也只能实话实说。不过，我就是怕子玲那丫头性格太烈，不肯跟他们回去，死活要与你在一起，到时候害了你和九州大陆的所有人。所以楚风，你最好还是躲一下吧，最好现在就离开，离得越远越好。”紫轩辕说道。而听得紫轩辕的话后，楚风则是突然笑了，随后道：“前辈，子玲要走，我不会拦着，但我更不会贪生怕死的躲藏起来。我们回去吧。”你这孩子果然与子玲一样倔强。对于楚风的反应，紫轩辕并未太过吃惊，反而早有预料一般，也不强迫楚风什么，而是打开紫色结界，向虚空山脉返回。然而，当他们再度来到那列火神鸟所在之地时，子玲却不在此处，并且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左顾右盼，神色慌张。楚风，不好了，子玲被人抓走了！见到楚风，张天翼赶忙腾空而起，满面紧张地说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楚风问道：“是一个老头，还有一男一女，他们自称是子玲的父母，可是子玲根本不认识他们，只不过他们太强了，我们根本无法阻挡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子玲带走。”张天翼解释道：“那你可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？”楚风眉头紧锁，他已是知道那带走子玲的人究竟是谁，不知道，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。张天翼摇了摇头：“紫元山，你带那楚风来虚空宗吧，我们在虚空塔顶等你们。”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异常响亮的老者声音突然自虚空宗的方向传来：“是他们，难道他们没有走？”听得这个声音，张天翼等人不由大惊，脸上或多或少地涌现出恐惧之色。前辈，而这一刻，楚风则是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紫轩辕。没错，是他们，紫元山便是我的真名。楚风，随我过去吧。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带着紫玲去见他们。紫轩辕说道。楚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见状，张天翼赶忙追问道：“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日后再告诉你们。你们现在最好返回青龙宗，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，再过去找你们。”楚风担心在场之人受到牵连，劝他们离开。而在场的皆是聪明之人，都明白了楚风的话中之意，也察觉到了那三人的来者不善，所以也没有人再多问什么，只是脸上的不安之色更加浓郁了几分。小子，那三个人很不简单，应该全是五军境强者，不会是我九州大陆的人，你千万不要乱来。就在这时，妖猴王也是开口了，在这位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妖猴脸上，竟然也是涌现出了一抹忌惮之色。而在关江、恒源等人皆是如此，可见他们的确是被吓到了。五军境强者，那的确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存在。诸位放心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楚风释然一笑，随后看向紫轩辕前辈：“我们过去吧。”紫轩辕点了点头，随后抓住楚风的肩膀，腾空而起。只见一阵疾风吹过，竟只在瞬息之间便跨越无数山头，来到了虚空宗的上空。这一刻，楚风站在高空会上，能够看见在那虚空塔的塔顶，竟有着一个茶桌，紫玲就坐在茶桌旁，而在他的身旁还有一男一女以及一位老者。这一男一女长得都很俊俏，仔细观看还真与紫玲有几分相像。此刻他们都在溺爱地看着紫玲，与紫玲交谈着什么。而至于那位老者，也同样是满面笑颜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也是笑眯眯地盯着紫玲打量个不停，并且还不断地点头。不过相比于他们，此刻的紫玲面容可并不太好看，而是目光扫射在天际，似是在寻找着什么。当他看到楚风和紫轩辕后，便赶忙站起身来，飞身而起，来到了楚风与紫轩辕的身前，对紫轩辕问道：“爷爷，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他们是我的父母，我紫家之人都好好的活着，是您骗了我？”紫轩辕不知如何回答，满面尴尬，可是事到如今又无法隐瞒，最终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可是爷爷，您为什么要骗我呢？为什么要带我离开父母的身旁？为什么要带我离开家族？还谎称他们都被杀了，要我为他们复仇？紫玲满面不解地追问着，神色中多少有着些许责怪之色。紫玲，要相信紫前辈，他是有苦衷的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楚风解释道。而听到楚风的话后，紫玲才顿时平静了不少。紫元山，带雨儿和楚风下来吧，咱们有话坐下来说。就在这时，那位所谓紫家的家主开口了。雨儿，听的这个名字，楚风先是一愣，但是很快反应过来，这应该是紫玲以前的名字。楚风，紫玲，我们过去说话吧。紫轩辕律先动身，落到塔顶之上，而随后楚风也是与紫玲一同落下，在紫玲父母的邀请下，坐在了茶桌前空着的两张座椅之上。起初，紫玲的父母先是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楚风，母亲的目光倒很是柔和，甚至还有着些许欣赏，但是父亲的目光可就敌意十足，可见他很不喜欢楚风。至于那位修为深不可测的紫家家主，虽然也笑着打量了楚风一下，但是楚风能够感觉到他之上很随意地看了自己一下，并且别看他面带笑容，但那目光并不友善，可以说此人心机很深。之后五人一桌聊了很久，将当年之事详细地对紫玲说了一遍，并且也提到了诛仙群岛与紫玲定下的婚约，以及此次来找紫玲要带紫玲回去的目的。得知一切后，紫玲闭上双眼，沉默许久，这才缓缓地站起身来，先是微笑着看了一眼楚风，又看了一眼紫轩辕，最后才将目光看向自己的父母。那位家主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我想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况且我已经有了心爱之人，所以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雨儿，你说什么呢？诛仙群岛对我紫家如此关照，你不与我们回去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人家？听得紫玲的话后，紫玲的父亲面容大变，猛然站起身来，竟指着紫玲怒斥起来：“谁是雨儿？我根本不叫紫雨儿，我叫紫玲。还有，
诛仙群岛是谁？我根本不认识，是你与他们定下的婚约，又不是我定下的，所以与我无关。紫菱也是站起身来，对着自己的父亲凌厉反驳。见紫菱这样与自己说话，紫菱父亲气得脸色发青，但是他最终却是神色一变，目光一转，竟要将矛头对准了楚风，因为他知道紫菱放不下的人是楚风，牵绊住紫菱的人是楚风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楚风。子强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吓到雨儿！见状，紫菱的母亲赶忙扯住紫菱父亲的衣角，强行将他拽到了椅子上，但紫菱的父亲还是将手指向了楚风，说道：“就这小子哪里好，也值得你如此付出。少岛主随便吹口气，都能把他吹得粉身碎骨。住口！他好不好，不用你来说，但在我紫菱眼里，他就是最好、最完美的人。我此生非他不嫁。”紫菱也怒了，对自己的父亲怒吼起来：“紫元山，看看你做的好事！雨儿之所以会变成如今这样，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”而就在这时，那位紫家家主也是面容转冷，径直着紫轩辕训斥起来。面对紫家家主的训斥，紫轩辕则是低头不语。换作是以往，他也许还能与家主抗衡，但是这些年，在诛仙群岛的帮助下，紫家之人皆是修为大涨，如今连紫菱的父母都超越了他，踏入了五军境，就更别说这位家主了。闭嘴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斥责我爷爷？然而紫菱却是无法忍受自己的爷爷被训斥，而是指着紫家家主大骂起来。这一刻，紫家家主的脸色明显变得难看起来，但是他却并没有暴怒，而是强忍住怒火，最终竟然奇迹般的在那苍老的脸上绽放起了和善的笑容，对紫菱说道：“雨儿，你总有一日会明白，我们才是最关心你、最为你打算、最希望你好的人。”随后，他又将目光看向紫菱的父母，说道：“子强、新月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你们自行商谈吧。不过今日紫菱必须跟我们走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便身形微晃，如同鬼魅般的消失不见。而当紫家家主离开之后，紫菱，包括紫菱的父母都沉默了。倒是紫轩辕变得不安起来，因为他知道那位家主的手段，若是紫菱死活不肯走，那么不只是他、楚风，还有与紫菱所有关之人都会遭殃，并且最终紫菱还是难以逃脱跟他们走的命运。因为若是逼不得已的时候，哪怕是绑，他们也一定会将紫菱绑回去。于是他目光一转，在暗中传音，对紫菱说了一番话。当紫轩辕讲话说完之际，紫菱的双眸则是一闪，随后本是紧绷的小脸顿时松懈下来，整个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，没有了先前的活力。楚风察觉到了紫菱的变化，也意识到了紫轩辕可能暗中传音于紫菱什么，于是他一把抓住紫菱的手，笑着对紫菱说道：“你若不想走，就留下，不要有什么顾虑。”面对如此温柔的楚风，紫菱却是强挤出了一抹笑容，随后一把拥入了楚风的怀中，一只手紧紧地环住楚风的脖颈，一只手放入了楚风的胸膛。见到这一幕，紫菱的父亲神色一变，本想要说什么，然而还不待其开口，紫菱的母亲便将手放在了他的手上，对其摇了摇头。最终紫菱的父亲还是压下了心中的怒火，而是站起身来，走到了塔顶的边缘，眺望向远方，不再看楚风与紫菱亲密的一幕。就这样，二人相拥许久，足足有1个时辰之后，紫菱才很是不舍地放开手。此刻她的双眼已经泛红，但脸上却洋溢着甜美的微笑，看向自己的母亲，说道：“我愿意跟你们回去，真的，雨儿，你说的是真的？”听得此话，紫菱的父亲赶忙转过身来，先前还不爽的脸上满是狂喜之色。至于楚风，则是站在原地不言不语，因为就在刚刚，紫菱用手在他的胸膛写下了很多字。紫菱用字诉说他对楚风的爱意以及爱楚风的决心，而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在东方海域等者楚风，等者4年之后，楚风去紫家迎娶于他。若是那个时候楚风未能出现的反而是诛仙群岛之人的话，那么紫菱便会自尽，他就算死也不会嫁给别人。对于紫菱的话语，楚风除了感动便是心酸，可是眼下他却没有选择，只能如此。但他发誓，4年之后他一定会去紫家迎娶紫菱，要么他让所有人大跌眼镜，要么与紫菱一起殉情，但绝不会让紫菱孤单的死去。不过我有几个条件。紫菱说道。什么条件？雨儿你说，父亲我都满足你，只要你肯给我回去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紫菱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应下。第一，我叫紫菱，所以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雨儿，因为我这辈子便只叫紫菱。第二，回到紫家，我不想看到有任何人为难我爷爷。第三，在我离开这里后，我希望九州大陆的所有人都能够不受到伤害。我日后还会返回此处，若是被我知道，在我离开后有人因我受到了不必要的伤害，那我便自尽给你们看。最后，我需要1000万颗天珠，现在就要，你们什么时候拿到，我就什么时候跟你们走。紫菱一字一句地说道。什么1000万颗天珠？雨儿，不是灵，你这也太为难父亲我了。你说的前3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，但唯独这第4个实在是，第4个条件不需要。就在这时，楚风开口了，他明白紫菱为什么要1000万颗天珠，那是为他要的，是紫菱为他争取的。可是他不需要紫菱家人的帮助，因为他知道紫菱的家人看不起他，看不起他的修为，更看不起他的出身。如果楚风的出身比那所谓诛仙群岛的少岛主要好，楚风的修为比那诛仙群岛少岛主要高，今日就绝对不会是这个局面，甚至刚好相反。所以楚风已然看透了紫菱的父母，看透了紫家之人，他们就是一群势利小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紫菱的幸福。试问，如果紫菱的父母、紫菱的家人真的爱紫菱，真的为紫菱照着想，又怎么会这样逼紫菱，让紫菱放弃心爱之人，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？所以楚风才不需要他们的帮助，他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成长。
总有一日，让子玲的父母还有子家的所有人刮目相看，让他们为今日的决定后悔，让他们知道他们今日的选择是错误的。他楚风绝对配得起子玲，值得子玲这么爱自己，并且除了他之外，没有人配得上子玲。楚风，你见楚风竟然推脱，子玲顿时小脸微变，似想要说什么，可还未讲话说完，楚风便双臂一张，一把拦住了子玲的星号，将这位小美女抱入怀中，并且张开自己厚厚的嘴唇，一口含住子玲那粉嫩的阴唇，疯狂的吸吮起来。这不是楚风第一次亲吻子玲，但却是子玲唯一没有抗拒的一次。相反，子玲还紧紧地环住楚风的脖颈，吻得异常投入，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楚风。你这混账！见到这一幕，子玲的父亲暴怒无比，抬手便要对楚风出手。毕竟当年诛仙群岛的长老曾特意要求过，不得子玲与任何异性接触。如今楚风的举动绝对是触犯了大忌，若是被诛仙群岛的人知道，定然会诛杀楚风不可。子强，然而子玲的母亲却再度拦住了子玲的父亲，低声说道：“就让雨儿在他心爱之人的怀中多待一会吧。”而听到子玲母亲的话后，子玲的父亲的神色则是一阵变化，最终无奈叹息一声，甩一甩衣袖，不再理会二人。吻了好一会后，楚风才算收敛。他在子玲的耳边说了句“等我”之后，便放开了手。见状，子玲的母亲赶忙走上前，牵住了子玲的手，抓住子玲便腾空而起，只是瞬息便消失不见。父亲，我们也走吧。其实我们并没有怪过您，毕竟您也是为雨儿好。但是等您回到现在的子家，就会相信您是错的。诛仙群岛绝非你想的那种人，他们是真正的名门正派，对我子家也非常关照。子玲的父亲开口道。子轩辕则没有理他，而是走到楚风身前，轻轻拍了拍楚风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事在人为，我相信总有一日你会闯出属于你的一片天地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子轩辕便走到了子玲父亲的身旁，而子玲的父亲根本看都不看楚风一眼，便抓住子轩辕腾空而起，瞬息消失不见，连一丝气息都没有留下。子玲的父母带着子玲还有子轩辕与子家家主会合之后，便乘坐一辆骑兵战车，准备返回东方海域。这辆战车很快，因为这是一件认主的骑兵，在3位武军的催动下，速度如光一般。哪怕是这辆战车在天武境强者的面前经过，天武境的人都未必能够察觉。可是突然之间，那战车却是一阵颤动，不得不在半空停止下来，因为在战车的前方出现了一位身穿黑衣的老者，拦住了战车的去路。你是什么人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子家家主以及子玲父母大惊，赶忙自战车跃出，对那黑衣老者质问起来。紧随其后，子玲与子轩辕也是好奇地跟了出来，他们很想知道这位老者为何要拦住他们。你们会后悔的。黑衣老者并未直接回答，而是诡异一笑，露出了那无人能够看透的神情。后悔什么？子家家主眉头紧锁，他发现以他的实力，竟然看不透这位黑衣老者，觉得这很可能是一位棘手的存在，后悔将这位姑娘带走，错过了一个好归宿。黑衣老者一笑，随后对子玲说道：“姑娘啊，你真应该坚定一些，拒绝和这几个废物回去，因为那狗屁诛仙群岛就是一群表面大仁大义，暗地里卑鄙无比的小人。这3个废物要你嫁到他们那里，绝对是在害你。哪里来的老不死，竟敢如此大言不惭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”听得此话，子玲父亲勃然大怒，大手一挥，周遭的空间一阵扭曲变化，一种极其恐怖的力量自其体内散发。这一刻，当真是风云变色，雷鸣滚滚，五军境的强者出手，顿时散发出一种君临天下之势。然而那黑衣老者却是冷然一笑，随后说道：“就凭你这小喽啰，也敢与我动手？”黑衣老者话落之际，目光冷然一变，散发出无尽杀机。这一刻，本是万里晴空，竟然化作无尽黑夜，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变了，大地尸骨如海，血流成河，空中战火连连，日月都化为了血红之色。在这天地变化之时，子玲的父亲也是面容大变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随后竟要无力地栽倒下去。子强见状，子玲的母亲赶忙搀扶住了子玲的父亲，这才使得子玲的父亲没有坠落而下。幻象之法，这一刻，子家家主看穿了这是幻象，于是双手变化，最后叠加，暴喝一声破。然而对于子家家主所施展的破解手段，黑衣老者却只是轻蔑的冷哼一声，那子家家主便大嘴一张，同样一口老血喷洒了出来。家主，子玲母亲再度身形一动，左手搀扶着子玲的父亲，右手搀扶住了家主。经过短暂的交锋，子家家主先前的气势早已不在，而是擦拭了一下自己嘴角的血迹，满面恐惧地问道：“前辈，您究竟是什么人？想知道我是什么人？那我就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。”突然，黑衣老者一阵狂笑，与此同时，天地竟然一阵颤动，仿佛天灾将要降临一般。终于，在上方的天际之中出现了一道巨大无比的裂缝，自那裂缝之中竟然落下4个字体，那字体为血红之色，如同由万众生物的血液凝聚而成。而这4个大字便是一残夜魔宗。残夜魔宗看着空中那血淋淋的4个大字，子家家主，包括子玲父母，甚至子玲的爷爷，皆是面容大变，眼中的恐惧顿时浓郁到了极点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残夜魔宗代表什么，那代表着多年之前东方海域的第一魔宗，强大的没有一座势力能敌，哪怕是如今的诛仙群岛，也不是残夜魔宗的对手。当年的残夜魔宗如日中天，莫说那是那位强大到无法想象的魔宗之主，单单是魔宗的4大护法，每一个便都具备其他顶尖势力宗主级别的实力。那时的东方海域的确是残夜魔宗的天下，没有一座势力敢与残夜魔宗抗衡。直到有一日，魔宗之主突然死去，
四大护法为争夺宗主之位，自相残杀，搞得魔宗四分五裂。这座称霸东方海域几千年的庞然大物，才算是让出了东方海域的霸主地位。但是别看残夜魔宗已然瓦解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，残夜魔宗的人依然是东方海域最令人惧怕的人。在东方海域，无论是那座势力，都不愿意轻易招惹残夜魔宗的人，因为凡是招惹残夜魔宗的人，一定会遭到他们疯狂的报复。哪怕是如今东方海域最顶尖的势力，也不愿意招惹残夜魔宗的人，因为如今残夜魔宗现存的四大护法依然是极为可怕的存在。幸亏他们不和，否则若是他们联起手来，哪怕是日益强大的诛仙群岛，也未必是对手。而眼前这位黑衣老者，竟然有着如此可怕的实力，显然在那残夜魔宗之中，也绝非泛泛之辈。他们先前竟然对其不敬，叫他们如何能不惧怕？突然，那子家家主竟然半跪在高空，对着黑衣老者磕头作揖，不断认错：“是我有眼无珠，不知前辈乃是残夜魔宗之人，还请前辈大人大量放过我的家人，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。”与此同时，紫菱的父母竟然也是半跪在高空之上，一同对自者黑衣老者认错。而看着这样的父母以及那所谓的家主，紫菱则是柳眉轻挑，眼中闪现出一抹鄙夷。他万万也想不到，身为五军强者，竟然这么没骨气，在弱者面前还一副天下无敌，舍我其谁的模样。但在强者面前，竟然会磕头作揖，这样的人，哪怕是有了实力，但也注定难有太大的成就。不得不说，此时此刻，本就对子家之人印象极差的紫菱，对他家人的印象变得更加不堪。哼，废物就是废物，这辈子都是废物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杀你们的，你们连死在我手中的资格都没有。只是看到你们这几条忠心于诛仙群岛的狗，便忍不住要对你们说一句：别以为那诛仙群岛现在威震东海，便真的是天下无敌，能收拾他们的大有人在。滚吧，与你们这种废物说话，简直就是浪费口舌，降低我的身份。黑衣老者冷哼一声，这片天地便一阵变幻。很快的，血海消失，尸骨不见，无尽的黑夜再度化为万里晴空。与此同时，那位黑衣老者也是消失不见。家主，刚刚那老头实力太可怕了，莫非那烈火神鸟是他所杀？莫非他是？紫菱的父亲起身后，满面后怕地问道。而子家家主站起身后，却并没有回答，而是先擦拭了一下额头的冷汗，随后对紫菱的母亲说道：“快离开这里，快点返回东方海域。”子家人所遇到的一幕，楚风并不知晓。此刻的他站在虚空塔顶，看着紫菱等人消失的方向，心中复杂至极。对于诛仙群岛，他还并不了解，但是只要想想，那是东方海域的最强势力，连具有五军修为的子家之人都对他毕恭毕敬，楚风也能多少了解到那诛仙群岛的强大。4年时间太过紧凑，4年之后，他若真的与那庞然大物交锋，胜算可以说是渺茫至极。但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升自己，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，他也要抓住这一点点希望不放。楚风，你没事吧？突然，张天翼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回头观望，只见张天翼、齐风阳、江恒远、妖猴王等人正飞掠来，眨眼间便落在了虚空塔下，担心地对楚风询问起来。对于人们的询问，楚风也并没有隐瞒，而是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全部。得知真相的人们都开始安慰楚风，让楚风忘掉紫菱，因为他们都觉得面对那样的庞然大物，楚风几乎没有任何希望。与其对紫菱思念，还不如放下执念，毕竟长痛不如短痛。但是楚风对于众人的话，楚风也只是微微一笑，不予回答。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他好，只不过他意已决，绝不动摇，因为他知道以紫菱的性子，一定会说到做到。所以他4年之后无论如何也要去，哪怕是那时的他依然弱小如蝼蚁，去了等于是送死，但也必须去，因为他不能让紫菱一个人为了他而孤零零的死去。何况尽管前程渺茫，但是楚风的心底却的确有着一丝希望，不因别的，只因他体内的神雷。这神雷虽然胃口很大，大到让楚风吃尽苦头，但是只要有着足够的修炼资源，这神雷却可以让楚风的修为在短时间内暴涨。眼下地藏就是一个机会，在地藏的外围都有金元池，还有冰火珠子这样的东西，在内围不一定有着怎样的宝物，甚至会有楚风所不知道的修炼奇物也说不定。又过了数日时间，姜氏皇朝的皇主终于降临青州，来到了虚空宗。只不过伴随皇主降临的，还有姜氏皇朝的诸多高手，如同江恒远一样，修为在天武7重的，竟然就有者不下9人。这可是与界灵公会老祖100年前般名扬9州的天才顾天辰一样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姜氏皇朝的确很强，至少在这9州大陆无人能敌。换作是以前，楚风见识到姜氏皇朝这样的人马，定然会很是吃惊他们的强大。但当他见识过子家之人的实力后，楚风也越发深刻地了解到紫菱所说的话，在这9州大陆，他们之所以能让人仰望，并不是他们强，而是这里的人太弱，所以他们天赋超群，被人仰望才是理所应当。若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那才是不合常理。而除了这9位与江恒远实力一样的强者之外，还有着一位骨瘦如柴、身材矮小的老头。这老头长得真是奇丑无比，那脸上的褶子比10个包子加一起还多，脑袋远看是秃子，近看还有几根白毛，嘴巴一张满口臭气，最主要的是竟然连门牙都掉没了。不过别看这老头长得丑，但是修为可是很强，不比姜氏皇朝的皇主低，显然与妖猴王是一个级别，乃是天武8重的修为。
而从姜氏皇朝众人对这个老头恭敬的模样以及人们的对话中，楚风也是得知了此人的身份。原来他是当今皇主的皇叔，虽然族内的位置不及皇朝老祖，但是却是姜氏皇朝中活得最久的人，据说也有150岁的高龄。正常来说，普通百姓的寿命大多是几十岁而已，修武者也不过100年寿命，所以这位老者能活到150岁的高龄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。但是眼下最能引起楚风注意的，却是一位身穿金袍、满面慈祥的白发老者。这位老者的气息竟然比妖猴王还要浑厚许多。依照楚风的猜想，这位老者应该就是姜氏皇朝的真正主宰者，姜氏皇朝的前任皇主，现如今的皇朝老祖。他的修为应该已经无限的接近了5军境，乃是一位天武9重的强者。而除此之外，界灵公会的老祖顾天辰以及界灵公会的会长，也是随同姜氏皇朝的人一同来到了此处。他们先是一同查探了一下那已然死去的烈火神鸟，但最终也未能发现什么。而也就在当日，皇朝老祖宣布了一件令楚风大喜的事情，那就是他们已经准备就绪，近日便开启地藏。而经过一番整顿之后，集结者数位天武境强者的队伍终于来到朱雀山脉。而到了朱雀山脉之后，人们才得知，原来姜氏皇朝的老祖也是一位紫袍界灵师，凭借皇朝老祖和妖猴王的手段，轻而易举的便锁定了地藏的入口。在众人的陪同下，楚风也终于再度踏入了这座地藏入口。楚风，你与紫菱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相信我，他们会后悔的，后悔错过了你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气馁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你的成就将是不可限量的。在众人一同前行之时，楚风突然收到了一个传音，侧目观望，只见身旁的皇朝老祖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。对于皇朝老祖的鼓励，楚风回以一笑。经过短暂的相处，楚风对这位皇朝老祖的印象也是极好。不知为何，楚风有一种错觉，这位姜氏皇朝最强的老人对自己似乎非常看好。此次进入地藏，他更是让妖猴王开路，而他则一直跟在楚风身旁，保护楚风安危。楚风一行人修为皆是不弱，除了楚风外，每个人的修为都至少在天武5重，所以他们的速度很快，眨眼之间便穿越了层层降魔咒。终于，当初阻拦住楚风的湖泊再度出现在了楚风的面前，一只恶灵而已，看我的！这一刻，一位修为在天武6重的皇朝高手腾空而起，飞跃到了那湖泊上空。那人刚刚掠到湖面上空，湖面上飘荡的蓝色光点便如同箭矢一般向那人暴掠而去。破！然而只见那人大袖一挥，磅礴的天力便压迫而下，将那些蓝色光点尽数碾碎。紧随其后，一声怒吼自湖中传来，磅礴的浪花冲天而起。与此同时，一双巨大的幽绿色双眼也是自那浪花之中渗透而出。一只庞然大物正隐藏在浪花之中，对皇朝高手发动了奇袭。可就算是那纸恶灵亲自出手，那位皇朝高手也是依然不惧。他单掌握拳，层层天力便在拳中凝聚，光芒四射，气势非凡。随后只见其暴喝一声，便对着下方一拳轰出。一声轰鸣传来，顿时水花四溅，大浪滚滚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悲惨的叫声也是随之响起，而那湖中的危机感也是消失殆尽。死了！那只当初在楚风面前强大无比的恶灵，在这位皇朝高手的面前，只是一拳便被轰杀致死。对于这一幕，所有人都意料之中，因为能来到这里的每一人都是界灵师，他们能够感觉到那只恶灵的实力不过是一只天武1重的恶灵而已，所有人都没有将它放在眼中。可是对于楚风来说，却是感慨万千。天武1重的恶灵，对于如今的楚风来说，的确不算什么，他可以轻易的将其斩杀，但他却不会忘记当初这只恶灵在自己的面前是多么的可怕。只是那2道幽绿色的目光，便将当时的楚风吓得闻风丧胆。果然是座地藏，想不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竟会有这样的目的，这可真是天降的惊喜，意外的收获啊！可突然之间，一道老者的声音却突然传入楚风的耳中。这一刻，楚风恍然大惊，赶忙将目光扫向四周，因为他已然听出这声音属于谁，正是当初在火海之中遇到的那位非常恐怖的黑衣老者。楚风怎么了？见到楚风神情慌张，皇朝老祖眉头微皱，担心地问道：“楚风，发现什么了吗？”与此同时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，紧张地询问起来。此次探索地藏，楚风才是根本。他们都觉得楚风得到2种秘籍的传承，与这地藏有缘，有楚风在，他们深入这地藏，也许会有很大的收获。所以当楚风有不对劲的时候，人们才会如此紧张，还以为楚风发现了什么。没什么。看到人们的反应，楚风微笑着摇了摇头，但心中却暗道：难道刚刚是错觉？因为楚风分明听到了那黑衣老者的大笑，可是这些人却明显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小子，回去吧，这地藏不是你们能来的，强迫深入只是送死而已。回去等着，待老夫进入这地藏深处之后，会给你一些好处，以作为你带来到这地藏的酬劳。可是突然之间，那黑衣老者的声音却再度映入耳中。这一刻，楚风知道这并非是错觉，而是传音。黑衣老者对他的传音。糟了，那恐怖的老头不但没有走，还跟到了此处。以他的实力，定然能在这地藏之中获得巨大的好处。若是一切都被他夺得，那我们此行岂不是要白来一趟了吗？这一刻，楚风暗叫不好，他并不相信那黑衣老者在这地藏得到好处后会给他什么好处，就算真的给他一些所谓的报酬，也定然不会是太过珍贵的东西。毕竟他们2人只是萍水相逢，对方不该他不欠他的，根本没必要给他什么好处。但是眼下楚风又不能说什么，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与姜氏皇朝的人前行。起初还好，一切正常，他们路上遇到了很多纸恶灵，
不过却都被他们一一击杀。一路走来，势不可挡。不对，可是突然之间，走在最前端的妖猴王却是止住了前行的步伐，开口说道：“不对劲，怎么了？”听他们这么一说，人们都变得紧张起来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这地藏不应该只有守护者，而没有禁止？可是我们一路走来，只是遇到守护者，却并未遇到任何禁制和阻碍。”妖猴王说道：“妖猴前辈，莫非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先我们一步来过此处，他已经破解了这里的禁制？”皇主问道。“没错，很有这种可能。”妖猴王道：“应该不能吧？若真的是那样的话，至少也会留下一些破坏的痕迹。可是我们一路走来，却并没有看见过任何被破坏的痕迹啊！”皇主质疑道：“若是那人实力很强，又掌握着极高的戒灵之术，就可以避开那些守护者的察觉，而不留任何痕迹的破开所有禁制。你们仔细想想，这些守护此处的多是恶灵，这些东西天性凶恶，哪怕是同类，他们也会吞噬炼化，自相残杀。而一路走来，我们遇到的恶灵实力强弱各有不同，但是他们却规规矩矩的各守一处，没有相互吞噬炼化。这只说明一点，那就是之前有禁止将他们隔开，这让他们只能规规矩矩的守在一处。而如今那禁止已被破解，但是他们却还不知道，所以依然规矩的守在一处。”妖猴王解释道。这一刻，有些人开始变得不安起来，因为妖猴王所说的确在理。以恶灵的个性，若不是有特殊的禁止将他们阻隔，不可能这么规矩的各守一处，肯定早就乱翻天了才是。妖猴王前辈，一定是您多虑了。这地藏的主人实力深不可测，他掌握的手段未必是我等能够理解的。也许他已经布置了分隔恶灵的禁止，只是那禁止只束缚恶灵，我等察觉不到呢。就在这时，皇主笑道。而皇主此话一出，人们又是纷纷点头，觉得在理。毕竟人们都怀疑这地藏的主人乃是万年前的天赐神体。关于那位的传闻众说纷纭，但无疑不是神乎其神。何况武帝的手段的确不是他们能够了解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妖猴王懒得与众人辩解，撇了撇嘴巴，不再多说什么，而是继续开路前行。猴王说的有些道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诸位还是小心一些为好。就在这时，皇朝老祖开口了。在这位开口之后，所有人都是不由点了点头。毕竟这位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上都是超然的，除了妖猴王外，想必没有人敢不听从他的话。这一刻，只有楚风心中明白，妖猴王是对的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那位黑衣老者应该已经在他们之前闯入了这地藏。而那位黑衣老者之所以只破开禁止，却不斩杀守护者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他不想让这些人知道他来过此处，这也是他为何刚刚传音于楚风而没有光明正大现身的原因；二，他是故意想让守护者阻拦住楚风等人，想让楚风等人知难而退。而不管是哪一点，楚风觉得他都不能将黑衣老者的事情告诉众人，因为只要他说了，这些人一定会知难而退。可是楚风还不想放弃，因为只要想到子家人的那副嘴脸，想到子灵还在子家等他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变强，所以他不想错过此次探索地藏的机会。于是楚风什么都没有说，而是如同没事人一样与众人一同前行。但是除了越来越强的守护者外，却一无所获。直到他们在这浩瀚如同无边的地藏之中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足足100里之后，前方才终于出现了转机。在楚风等人的前方，出现了一座壮观的建筑。那建筑是一只奇怪的巨鸟雕像，这只鸟长得像是孔雀，但却比孔雀漂亮，比孔雀霸气。而在那这奇特而壮观的建筑入口处，则写着秘籍朱雀复活术，只待有缘人。秘籍果然有秘籍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是又惊又喜，毕竟秘籍如同传说一般，乃是无价之宝，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。但是尽管人们兴奋得不得了，都对这秘籍垂涎不已，但却没有一人擅自踏入，而是不由自主的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和其身旁的皇朝老祖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这秘籍若要选择他们其中一人，那么最有可能的便是楚风。毕竟楚风如今已经得到了2种秘籍的认可，何况在那奇特建筑的门口处已经写得很清楚，只待有缘人。而很明显，楚风就是这个有缘人。你们留在此处，我与楚风小友一同进入。皇朝老祖开口道。不行，本大爷要陪着我兄弟。然而妖猴王却是一口拒绝。猴王，这里的紫袍戒灵师只有你我2人，我们必须一个留下，一个进去。若是真的出现什么不测，起码还有一个人能够带着大家安全返回。而论修为，老夫我还是要比你强上一些。若是那里面真的有什么危险，相信我来应付，会比你应付更多一份保障。皇朝老祖似是知道妖猴王担心什么，所以开口解释道：你说的好听，万一你打秘籍的主意，暗中对我兄弟动手怎么办？妖猴王并不信他。你要是这么想，那老夫我也不与你争辩。既然你如此不信任我，那你与楚风小友进去也是可以，老夫与众人在外面守候。皇朝老祖笑着摇了摇头。猴哥，我相信江前辈不会对我不利，你就放心吧。就在这时，楚风却是开口了。他不得不开口，因为如今他和妖猴王与江氏皇朝是合作关系，若是这个时候变闹别扭的话，那么定然会产生不好的影响，对后面的合作不利。见状，妖猴王也实在不好多说什么，而是点了点头。那好吧，既然我兄弟都同意了，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武帝，我与你们2人一同进去吧。若那里面真的有何凶险的话，你我兄弟联手，至少还有个照应。就在这时，那位江氏皇朝年龄最高的太上长老开口了。别看他的地位不如皇朝老祖，但是他的辈分可要比皇朝老祖大，乃是皇朝老祖的亲大哥。也好，皇朝老祖也是应下。他这大哥活了这么多年，实力抛开不谈，战斗经验可谓极其丰富，有这位大哥陪同，遇到什么麻烦，皇朝老祖也能轻松不少。随后，楚风便在皇朝老祖以及那位太上长老的陪同下，一起走入了那座奇特而壮观的建筑之内。
这座特殊的建筑不但外观奇特，内部的装饰也很奇特。而经过层层转折之后，楚风等人终于走到了重点。此时此刻，浮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浩瀚的圆形大殿，在这浩瀚大殿四周的墙壁之上，皆是特殊材质打造而成的壁画，而这些壁画每幅都刻画着一只独特的鸟。想必这只又美又霸气的鸟，应该就叫做朱雀。至于壁画的内容，便是朱雀与不同种类的妖兽战斗，但是却是战无不胜。总之，每幅壁画都在彰显着那朱雀的强大。而在这大殿的中心地带，还有这一座高大10丈的雕像，同样是朱雀，只不过这座雕像绝对可以说是鬼斧神工，雕刻的栩栩如生。再加上这座雕像被赋予了特殊的结界，萦绕着层层火焰般的光华，显得非常神圣，如同这根本不是一座雕像，而就是朱雀一般。楚风相信这个秘籍就封印在这雕像之内，待我将这封印破解后，就交给你了。黄巢老祖对楚风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江前辈，晚辈会尽力而为。”在来到此处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，那就是首先寻的这个入口内的秘籍，让楚风将秘籍收服。不过在收服之前，要让楚风先从秘籍口中套出一些关于地藏的事情，以便让他们更好的深入。见状，黄巢老祖笑了笑，也不犹豫，走上前去，便开始布置一道开启结界阵。经过片刻的布置之后，一道磅礴的紫色结界阵便凝聚而出。破结界完成之后，只见黄巢老祖暴喝一声，那紫色的磅礴大阵便如同火山爆发一般，溅射出层层紫色的光体。那光体与雕像周围的红色气焰相互交织，竟然在吞噬红色气焰，好厉害！紫袍界灵师的手段的确厉害的。看着那正在被逐渐破解的特殊结界，楚风心生感叹，这道结界很强，如果是他来破解，绝对破解不开。但是黄巢老祖来破解，竟然只是短短片刻的功夫，便要破解成功。由此可见，蓝袍界灵师与紫袍界灵师之间那巨大的差距。终于，那结界被彻底破开。与此同时，一声滔天怒吼也是随之而来，恐怖的气息瞬息便弥漫了整座大殿。不好！这一刻，黄巢老祖暗叫不好，因为他不仅感觉到了不属于他的气息，还感觉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杀机。轰！突然，一声轰鸣响起，那座雕像竟然爆炸开来。与此同时，一只巨大的怪物也是出现在了大殿的中心。这只怪物长得非常可怕，尖牙利齿，双目血红，浑身上下都萦绕着幽绿色的气体，并且尽散发着天无九重的气息。当这只怪物出现的第一刻，便怒吼一声，随后巨大的爪子夹带着磅礴的力量，便对着黄巢老祖拍了下来。见状，黄巢老祖也不怠慢，怒喝一声，层层天力便暴涌而出。与此同时，身体之上也是绽放起微微光芒，额头之上更是出现一个金灿灿的黄字。这一刻，黄巢老祖气势倍增，单看外表简直不像凡人，更像仙神，而他的实力更是提高数倍，竟然丝毫不弱于眼前的幽绿色怪物。眨眼之间，两位实力滔天的恐怖存在便站在了一处。不对劲，这只怪物并非秘籍，分明就是一只凶狠的恶灵。楚风眉头紧皱，莫说是外形，单单是气息上，楚风便可分辨出那被封印在石像之内的并非秘籍，而是一只恶灵。楚风，快走，离开此处，这里根本没有秘籍，这是一座陷阱。突然，黄巢老祖大喊起来。而看着那与恶灵交战在一处，并没有占据太大优势的黄巢老祖，楚风则是咬了咬牙，身形一纵，便要向殿外掠去，想要向妖猴王等人求救。然而，楚风刚要动身，便发现大殿的出口竟然覆盖上了一层蓝色的结界，并且一道瘦弱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出口之前，挡住了退路。是黄巢老祖的大哥，姜氏皇朝的太上长老。这位实力在天武8重的存在，此刻不但没有去帮助黄巢老祖，竟然封锁住了大殿的入口。前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楚风在这位太上长老的身上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，所以他并未靠近，而是大声质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快放楚风出去！”而在楚风的呼喊下，黄巢老祖也是发现了这边的变故，怒声质问起来。然而，这位太上长老却是不言不语，只是微眯着双眼，在嘴角处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。这只恶灵，你我合作一下如何？突然，太上长老看向那只恶灵，开口道：“合作？怎么合作？”听得此话，那只恶灵的口中也是传来阴森的声音：“你与他单打独斗，很难胜他。我帮你一起将他斩杀，但你保我离开，如何？”太上长老冷笑道：“哈哈，这当然好，只要你帮我宰掉这家伙，我定然放你离开。我最讲诚信了。”嘎嘎恶灵一边疯狂大笑，一边加强了对黄巢老祖的攻势。“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但不帮我，竟要与恶灵合作，击杀于我！”这一刻，黄巢老祖可就恍然大惊：“哼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哥？我比你大几十岁，辈分比你大，天赋也不弱于你，但父皇却专心培养于你，不但将你的修为培养得比我高，还让你做了皇主。如今你也是我皇朝的老祖，而辈分最长的我，却只是什么狗屁太上长老。我呸！我恨你，我恨透了你！我恨你整日虚情假意的叫我大哥，却又将属于我的一切全部夺走。我等这一日等了很久了，我要将你杀了，亲手将你杀了！”这一刻，太上长老如同发疯了一般，面目狰狞，杀机毕露。与此同时，其额头也是绽放出一道金灿灿的黄字，他显然也是使用了姜氏皇族所特有的黄级血脉，战力倍增，并且他的手中也是出现了一把金色的大刀，乃是骑兵，并且是一件认主的骑兵。这一刻，太上长老的气势已是完全不同，已然无限的接近了天武9重。突然一声轰鸣响起，他出手了。这位黄巢老祖的亲大哥疯了一般的对自己的弟弟出手了。
大刀挥动，化作万千金芒，不断向自己的弟弟发动恐怖的攻势。眨眼之间，3位便站在一处。不过不得不说，黄巢老祖真的很强，哪怕自己的大哥手持骑兵，联合恐怖的恶灵与他兵刃相向，但却依然不落下风，反而以1敌2，越战越勇。没用的，哪怕你插手，可是只凭你这天5、8重的修为，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。你想杀我，但今日只会被我杀。黄巢老祖冷哼一声，战力竟然越来越强，竟然凭借一己之力将恶灵与太上长老压得连连后退，好厉害！血脉之力也有强弱之分，这黄巢老祖的血脉明显在他大哥之上，也难怪当初他们的父亲会选择老祖做皇主。2人就血脉论，的确老祖更胜一筹。此刻的楚风已然来到大殿出口，一边尝试破解蓝色结界，一边关注着大殿中心的战斗，已然看出黄巢老祖的天赋的确要超过他的大哥。可是别看楚风也是蓝袍界灵师，但界灵师所布置结界的强弱也与自身修为相关，所以楚风想在短时间内破开这道结界还真不容易。为了避免再生变故，楚风只能放弃打开整道结界，而是专攻一点，因为只要能出现一点缝隙，楚风便有办法传递出消息，唤妖猴王来解救自己。可就在这时，大殿的中心却突然绽放起耀眼的光华，回头观望，只见那太上长老的手中出现了脸盆大小、金芒四射的莲花，这莲花气息非常恐怖，简直比骑兵还要恐怖数倍。不过它却显然并非骑兵，而更像是一种只能使用一次的至宝——金芒莲花。你既要用它来对付我，看到这道金色莲花，黄巢老祖也是面容大变，赶忙收招后退。与此同时，掌心光芒一闪，一把金色的长剑也是出现在掌心，是骑兵，并且同样为认主骑兵。面对着金芒莲花，连他也不得不凝重对待。这金芒莲花乃是攻杀至宝，整座江氏皇朝只此一剑，可轰杀5军下的任何人。当年父皇觉得将皇主之位给你，亏欠于我，便将这金芒莲花赏赐于我，让我防身用。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我今日会拿他赠予我的至宝来杀掉他最中意、最欣赏的儿子。突然，太上长老大笑起来，并且越笑越为狰狞。而在他大笑之时，其不远处的恶灵眼中则是掀起了阴险的光芒，暗道：人类阴险，自相残杀，但你们都要死于我的手中，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，去死吧！终于，太上长老出手了，手中的金芒莲花猛然丢出，完整的莲花便瞬息瓦解，化作无数道金色的剑势，夹带着强大的威势，向黄巢老祖爆射而去。赤龙盘天盾。见状，黄巢老祖手中的长剑一阵挥动，竟然爆射出一条巨龙。巨龙身躯盘踞，在其面前形成了一条赤色盾牌，挡住了那数道金芒。金芒力量很强，与那龙盾交织在一处，竟将龙盾震出道道裂痕。不过最终还是未能突破龙盾的屏障，被阻挡下来。没用的，你太小看我了。这金芒莲花虽然厉害，但父亲早传我破解之法，我这把赤龙剑攻防皆备，由他所施展的赤龙盘天盾刚好可以挡住你这金芒莲花。黄巢老祖说道，脸上满是得意。哈哈，我当然知道，那父皇传授了你的赤龙盘天盾，能破我的金芒莲花，所以我才至今未曾对你动手。但是你的赤龙盘天盾虽强，但却有利有弊，实在太耗体力，乃是自损招数。不要强撑了，如今的你已是身受内伤，实力大减，已然丧失了大半的战力。太上长老冷笑道：“你听得此话？”黄巢老祖顿时面容大变，本是红润的脸庞顿时变得苍白无血。与此同时，嘴巴一张，噗的一声，一口老血便喷洒而出，洒满衣身，无力地跌落到了地上，气息已是变得虚弱至极。恶灵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他的本源是你的了。太上长老对恶灵说道：“嘎嘎嘎，多谢了。”恶灵一阵狂笑，嘴角掀起一抹阴险的微笑，便向黄巢老祖扑杀过去，张开大嘴，竟要将黄巢老祖一口吞掉。赤龙破天刺。可就在恶灵接近之际，黄巢老祖却是突然面色好转，微弱的气息竟在瞬息恢复到巅峰状态。与此同时，手中的赤龙剑猛然飞出，化作长达数丈的金芒，夹带着阵阵龙吼之音，直接刺穿了那只恶灵。那赤龙剑自恶灵大口而入，屁股而出，穿透恶灵的整个身躯，使得恶灵顿时一声惨嚎，痛苦不已。无知的恶灵，你还真以为我们兄弟2人会自相残杀吗？我们不过是故意演戏，好让你放松警惕，然后再对你致命一击罢了。刚刚的金芒莲花是假的，那莲花只有威势，而没有实际性的攻击力，骗得过在我兄弟2人之下的所有人。黄巢老祖冷笑道：“恶灵就是恶灵，有实力没脑子。”哈哈哈。与此同时，太上长老也是一阵讽刺的大笑：“该死的人类，你们卑鄙至极，我与你们拼了！”恶灵彻底的怒了，本想算计2人，却想不到一开始就已被算计。于是他使用自己那重创的身躯，释放出自己的全部力量，想拼尽自己的一切，与黄巢老祖同归于尽。现在的你还能与我抗衡吗？然而黄巢老祖却并未给他这个机会，手中赤龙剑再度挥动，一条赤龙便脱剑而出，与那恶灵撞在一处。只是这一击，恶灵便被撞成了粉身碎骨，莫说残渣，就连气息都没有留下一道。大哥，你仿制的这金芒莲花还真好用，简直与真正的金芒莲花一样。你刚刚使用之时，就连我也差点以为是真的，所以才会用赤龙盘天盾来抵挡。在将恶灵击杀后，黄巢老祖微笑道：“是啊，这金芒莲花是父皇所赐，具有绝对的攻杀之力，我一直舍不得用。不过我苦心钻研，倒是制作出了这些与金芒莲花威力一模一样的仿造品。虽然真实杀伤力很弱，但至少可以吓唬吓唬人，
太上长老说话之间，掌心再度出现了一个金芒莲花。不过别看是仿造品，但多少还是具有一些攻击力。不如你用结界来感受一下，我这仿造品到底能有几成威力？太上长老笑道。这一刻，黄巢老祖面容微变，本想说什么去，可是与此同时，太上长老已是大袖一挥，手中的金芒莲花脱手而出，化作数道金色剑矢，向黄巢老祖爆射而去。见状，黄巢老祖却并未慌张，也并未挥剑抵挡，而是开口说道：“大哥，这金芒莲花越来越逼真了，的确能够吓退不少强者。至于威力吗？那就由我帮你分析一下吧。”说话之间，黄巢老祖一袍舞动，一层微弱的结界便在其身前出现，想以此来抵挡这仿造的金芒莲花。可是就在那数道金色剑矢与结界交织在一处之时，结界竟被瞬息击碎。与此同时，那数道金色剑矢也是瞬息加速，夹带着恐怖的威势，直射黄巢老祖。不好！结界被击碎的一刻，黄巢老祖那本从容的面容顿时大变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这金芒莲花并非假的，而是真的。但是他发现之时，为时已晚，躲闪已来不及，只能硬挡此击。于是乎，他意念转动，层层紫色结界连绵不绝地自其体内扩散而出，以来抵挡迎面来的金色剑矢。阵阵轰鸣不断在黄巢老祖身前炸响，但是那层层紫色结界也是不断被粉碎，最终数道金芒皆是击中在了黄巢老祖的身上。可金色剑矢刚刚落在黄巢老祖身上之际，黄巢老祖的金袍之上却绽放起耀眼的金色光华，与那金色剑矢交织在一处。骑兵赤龙袍，我就知道父皇定是将这件骑兵也一同给了你。不过你也不要小看我这金芒莲花，虽然只可使用一次，但若是我全力催动，哪怕是赤龙袍也不可挡。突然，太上长老暴喝一声，那金色剑矢便突然爆炸开来，阵阵轰鸣不断炸响，无数道狂暴的涟漪在黄巢老祖的身上不断席卷扩散。糟了，这太上长老竟然真的对自己黄巢老祖动手了，这究竟是什么个情况？这一刻，楚风吃惊不已，本以为眼前的危机已经化解，却想不到太上长老又突然变脸，并且眼前的攻势明显已经伤到了黄巢老祖。因为那么可怕的攻击，哪怕是黄巢老祖有骑兵护体，也定然会身受重创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虽然还不清楚黄巢老祖和太上长老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楚风觉得眼前的情况已然不妙，所以他全力之下，总算在那蓝色结界之上打出了一道裂痕。随后，楚风双掌叠加在一处，只见掌心光芒一闪，再度打开，只是一个指甲大小的蓝色水晶体已然出现在了楚风的掌心之上。楚风手掌对着那道裂痕一拍，一阵微弱的涟漪扩散，收回手掌之时，蓝色结界之上的裂痕已然消失不见，但是那道蓝色水晶体却已穿透结界，化作一道流光，向殿外飞了出去。哇！而也就在此时，那恐怖的涟漪终于消散，黄巢老祖的身影也再度浮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。此刻的黄巢老祖，除了金色长袍所遮盖的地方，肉体皆是血肉模糊，甚至有的地方还露出了森森白骨，就连他的脸庞也不例外，甚是恐怖。他虽然挡下了那金芒莲花，但却身受重创，眼下气息之微弱，莫说继续战斗，哪怕这样带下去，也会很快死去。为什么要对我出手？至少让我死个明白。黄巢老祖开口道：“弟呀，你别怪我，对于皇位什么的，我根本不在乎。父皇对你宠爱，我也不在乎。所有名利都被你所得，我更不在乎。我在乎的只是我个人的生死，而我早已经到了将死之年。可是我不想死啊！这些年，我一直寻找延年之法，试过各种仙草神药，但是效果甚微。效果最好的唯有延年仙草这一种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这种东西非常贵重，贵重到你的寿限将至，但你都舍不得去购买，我就更不奢望你给我购买了。所以当姬氏皇族、赵氏皇族以及刘氏皇族联合拿10颗延年仙草来换取你这寿命的时候，我便答应了。”太上长老微笑道：“大哥，你可真是糊涂。”听得此话，黄巢老祖大怒，先是剧烈的喘咳几声，随后说道：“姬氏、赵氏、刘氏，他们想要攻占我姜氏皇朝已有多年时间，如今姜氏皇朝之中，唯一能与他们抗衡的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你如今帮助他们，可不是杀我这么简单，而是将要葬送我整座姜氏皇族啊！你若真的顾及他们，就不会冒险来开启这地藏了。”太上长老冷然一笑，随后道：“何况姜氏皇族的存亡与否与我何关？我只关心我自己的生命还能持续多久。这些年为了帮你续命，我在你身上花费的资源还少吗？我这么对你，你就这么回报我？竟然置皇族的存亡于不顾，你还是人吗？你简直是畜生！”黄巢老祖被气得喘咳连连，大口的血液不断自口中喷洒而出，双手撑的浑身上下剧烈颤抖者，这位姜氏皇朝如今的主宰者，生命正在急速流失，眼下已然危在旦夕。弟呀，正所谓无毒不丈夫，为了生存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过不了多久，姜氏皇族就将陪你一同灭亡，所以你就安心的去死吧。太上长老杀机毕露，看着那被自己弄得面目全非、血肉模糊的弟弟，竟然没有一丝过意不去，反而想要对自己的亲兄弟下杀手。老畜生，你命休矣！可就在这时，楚风却已运用雷霆之力，将修为调升至天武一重，挥动着修罗鬼斧，爆射出一道黑色光刃，向那太上长老飞掠而去。虽然他与黄巢老祖并不熟悉，但却也不愿眼睁睁的见着这样一位不错的老者被人杀害，所以他必须出手，哪怕明知道不是对方的对手，但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。哼，就凭你这只小蝼蚁，
也敢对我出手，真是自寻死路。见状，那太上长老冷哼一声，连手都未曾动过一下，便有一层天力扩散而出，顷刻之间便将黑色光刃碾压粉碎，并且夹带着恐怖的威压，向楚风袭击而来。可恶，天武八重的强者实在太恐怖了，我在他的面前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。这一刻，楚风眉头紧皱，面容大变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在那股天力的面前，他的身体已被禁锢，等待他的是躲无可躲、防无可防的恐怖攻击。就凭借这道天力所蕴含的威力，绝对可以将楚风轰成一片血水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楚风的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轰鸣，与此同时，一道身影也是如同鬼魅般的挡在了楚风的身前。只见他手掌一张，那恐怖的天力便烟消云散。是妖猴王。妖猴王收到楚风的求救信号后，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刻，皇朝的皇主以及江恒远等强者也全都跑了进来，看到眼前一幕，都是不知所措。猴哥，快保护皇朝老祖！太上长老要杀他！楚风赶忙说道：“我就觉得这老东西不是善类，我现在就将他正法。”妖猴王也不二话，眼中红芒闪烁，化作一道流光，便向那太上长老暴掠而去。就算你不死，在短时间内身体也无法康复。姜氏皇族的后辈，快离开九州大陆，让出这片土地吧，否则等待姜氏皇族的便是灭亡。然而这一刻，那太上长老却并未与妖猴王交手，反而是身形一转，以一个诡异的弧度绕过妖猴王，夹带着阵阵冷笑声逃掉了。这一刻，妖猴王也并没有追，因为此处之人，他关心的只有楚风一位。若是他离开后，楚风出现变故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父皇，父皇，您没事吧？老祖，天哪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楚风究竟是发生了什么？当太上长老离开后，姜氏皇朝的众人便赶忙扑向皇朝老祖，一边极力为皇朝老祖控制伤势，一边询问楚风来龙去脉。而当得知一切之后，姜氏皇朝的人更是面容巨变，脸上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担忧之色，如同末日降临一般。在稳定住皇朝老祖的伤势后，他们便在皇主的率领下退出了地藏。至于顾天辰等戒灵公会的人，也是惧怕这地藏的凶险，而选择退出。此时此刻，只剩下了楚风和妖猴王。楚风不愿就此离去，而妖猴王也同样如此。于是二人不顾地藏内暗藏的凶险，决定继续深入。可是还没有走多远，妖猴王却是面容一变，说道：“我猜的果然没错，这里的确有禁制，并且是极为强悍的结界禁制。猴哥，为何这么说？”楚风不解地问道。楚风，你看这个。突然，妖猴王身形一纵，再度出现之时，已是距离楚风100米之外。楚风见状，赶忙跑了过去，这才发现，在妖猴王的脚下有着一滩积水。准确来说，这并不是普通的水，因为这水非常的清澈，并且还含有淡淡的光滑。而楚风更是从这一小滩积水当中感受到了极为狂暴的能量，以及极其浓郁的灵力、元力、玄力以及天力。猴哥，这是什么？楚风感到吃惊不已，因为他感觉这东西集结了空气中的所有能量，对修炼将有奇效，乃是修炼至宝。这是结界精华。妖猴王说道。结界精华，楚风倍感兴趣。结界很强，能够抵挡人们发动的攻击，但却无法阻挡空气中流动天地能量。而所谓的天地能量，也就包括着灵力、元力、玄力、天力，甚至更强的武力，以及其他天地之间的所有无形能量，都是天地能量。不过，当一种结界强横到了一定的程度后，是可以阻挡天地能量的流动的。而当这种结界出现的年头很久之后，便会将阻挡下的天地能量化为实体，这便是结界精华。而这里出现了结界精华，就说明这里应该本是有结界的。而眼下结界不见，只留下了结界精华，便只说明了一点：结界被人破开了，毫无痕迹的破解掉了。妖猴王说话之间，谨慎地骚动四周，似是想要寻得蛛丝马迹。那这么说来，这结界精华还真是宝贝。而对于妖猴王所担心的，楚风却并不感兴趣，他感兴趣的只是这结界精华。说话之间，楚风便从乾坤袋内取出一个装丹药的玉瓶，将丹药倒出后，便开始收集那地上的结界精华。楚风，你做什么？这结界精华非常狂暴，千万不要接触。传闻曾有强大的戒灵师想要窃取结界精华中的天地能量，便布下特殊的大阵，将结界精华内的狂暴能量全部提取了出来，而后将结界精华如同天药一般吞噬炼化，但最终却只因那结界精华内残留下了一点狂暴能量，便使得那戒灵师因此丢掉性命。所以这结界精华被认定为危险之物，所有人看到他只会远离。见到楚风的举动，妖猴王面容大变，赶忙开口制止。